如果有人真的要评选这个世界上最差劲的装甲车武器，那么 BMP-1上的73毫米滑膛炮一定位居榜首。可以说 BMP-1的各种设计让它既是步兵战车的开创者，也是步兵战车的反面案例。73毫米滑膛炮虽然带来了卓越的破甲性能，但随之而来的却是糟糕的弹道以及孱弱的高爆弹威力，以至于在之后所有步战车的设计中，设计者们都避开了低压滑膛炮的存在。但火力军不得不说，正是因为 BMP-1 如此差劲，才能有后续 BMP-2 和 BMP-3 的优秀。似乎大部分苏联武器都是这样，先拿个比较差劲的版本出来，抢走第一的名头，然后再改进出比较好的版本。今天我们就跟着苏联设计师一起看看 BMP-1 到底要怎么改进才能完美。BMP-1 的 2A28 火炮到底能有多差劲呢？先不提它的糟糕弹道和弱鸡的高爆弹，就单凭其发射破甲弹时的性能来说，这门炮的设计者和制造者就都应该被拉去西伯利亚挖土豆。苏军曾在库宾卡试验场测试过 2A28 73毫米低压滑膛炮，在拥有崭新的车辆以及熟练的车组的情况下，使用一台 BMP-1 对800米外静止 T54实车进行射击，在发射的50发破甲弹中，只命中了17发，其余炮弹受到了严重的风偏影响，飞得到处都是。而剩余的73毫米破甲弹也被证明威力严重不足。虽然有17发炮弹命中，但是这些破甲弹对坦克的击穿率并不高。在最后，这台用于测试的 T54靶标竟然还能开回车库。可以说，这次测试打出的成绩让73毫米 2A28 无愧于其咸鱼73华之名。OK， 以正常人的想法来说，我们现在知道了 BMP-1 上最恶心、最失败的设计就是它的主炮，那我们把它换掉 BMP-1 不就完美了吗？这种想法非常简单直接，并且在大部分国家都能行得通，但是在苏联是绝对行不通的。漫长的战争让苏联形成了庞大的复杂的官僚系统，一切改变的想法在肥头大耳的官员面前都可笑至极。我们把话题回到 BMP-1 的改进上，因为 BMP-1 的设计拍板实际上是由 GRAU 进行的，也就是说，这个实际上负责 BMP-1 最终战斗效能论证的部门在实际工作中有着严重的失职，而 BMP-1 的实际改进则被和稀泥似的分摊到了2个工厂，车里亚宾斯克厂和库尔干厂之中。这2个厂之间虽然表面一团和气，但私下也矛盾重重，因为车里亚宾斯克厂实际上是 BMP-1 的设计者，而上级却因为该厂缺少生产设备为由，将订单强行分配给了库尔干厂。所以 BMP-1 的改进工作就在无论如何也要掩盖错误的 GRAU 和2个矛盾重重的生产商之间开始了踢皮球。因为当初是车里亚宾斯克厂和 GRAU 共同决定了 BMP-1 使用73毫米滑膛炮，所以为了不被拉出去挨个枪毙或者是被送去西伯利亚挖土豆，这2个单位开始疯狂地为 BMP-1 的73毫米炮找谱，甚至不惜称其为目前步兵战车中最具有威力、口径最大的火炮。为了验证这一点是正确的，在车里亚宾斯克厂的改进方案中，新的 BMP-1 依然使用73毫米炮，被称为768工程。他们的改进方法很简单，延长73毫米炮的炮管并增加膛压，从低压73毫米滑膛炮变成高压73毫米滑膛炮。当然，弹药还是 2A28 上面的老东西。在干实事的库尔干厂自然不会好心到用自己的手指去擦竞争对手的屁股，于是他们直接绕开负责提供武器设备的 GRAU， 开始想办法自己弄一种新武器。新的武器的设计方案自不必多说，首先肯定要弥补咸鱼73华面对步兵单位时的无力，所以这门新武器一定要以反步兵以及反轻甲为主，至于反重甲的任务则交给反坦克导弹，这点也是在当时已经被欧洲步兵战车验证的铁律。其次，新武器一定要有高射速，因为在此时，欧美已经开始使用武装直升机。武装直升机的反装甲效率比传统的固定翼攻击机更高，是一种全新的坦克杀手。所以，为了保护坦克，步兵战车一定要有可以对抗武装直升机的能力。
从以上观点来看，毫无疑问的，设计师们需要的是一门小口径机炮。不过当时他们手头上并没有现成的东西，战斗机上经常使用的 NS-23 或者是 NS-37 机炮都不适用于 BMP-1 的改进。NS-23 的23毫米炮弹存速不够，很可能在远距离交火中，穿甲弹无法贯穿敌人的步兵战车。而 NS-37 的威力够了，但射速太慢，后坐力也太大，很难对直升机进行扫射。一来二去之下，设计师们干脆直接撕了现有的图纸，一拍脑袋，我们来造一门炮吧。确实 ，BMP-1 的所有问题都在武器上，那改进的 BMP 肯定重点也会放在武器上。既然现有的武器都不行，那为什么不自己手搓一门炮出来呢？一来二去之下，工程师们看上了刚刚服役的米格27这种攻击机的机腹中安装有一门威力巨大的 GSH-630 机炮，即拥有6根30毫米炮管的加特林式机炮，使用30乘165毫米炮弹，炮口初速800米每秒。这门炮在长时间开火时，甚至会损坏米格27的机体结构，可谓是威力十足。当然，给步战车装一挺加特林机炮显然是不太现实的。于是，工程师们以30毫米口径为基础，为 GSH-630 重新设计了一个后膛结构，将其改为简单的撞针式机帆火炮。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原本的 GSH-630 是航炮，使用的是电动机激发。这原本不存在什么问题，但当 GRAU 的工程师来指导的时候，对电激发非常不满。他们认为装甲战斗车辆不是精密的攻击机，必须要求这门火炮在战斗到最后一人时也能正常激发。这个要求很苏联。在30毫米单管机炮的样炮出来之后，工程师们迫不及待地去打了字靶，发现这门火炮问题重重，很多问题急需改进。最大的问题是它的自动系统过于活跃，最大射速为600发每分钟，这会让自动机磨损速度变快。GRAU 负责验收的军官对此打趣道：“这门炮的射速是多少？每分钟600发，但每月一次。”所以，让这门火炮拥有可调射速的功能也被追加，让它可以用半速及300发每分钟的射速开火，既节约弹药，又可以让磨损速度变慢。最终，在改进 BMP-1 之前，设计师们先重新设计了一门炮。这门30毫米可调射速单管机炮被最终赋予了 2A42 的名称，而这也是一代华约名炮30毫米 2A42 机炮的诞生。30毫米 2A42 的后膛体积较73毫米 2A28 明显增大，这主要是自动机所带来的问题，所以在 BMP-1 上使用的单人炮塔是无法继续延伸到 BMP 改进型中的。更大的问题是，由于车长坐在车体左侧，驾驶员后方，如果加大炮塔，那么车长只有向左的视野，右边是来了台豹1还是来了台豹2，他是绝对看不见的。于是，顺着使用机炮需要加大炮塔体积的缘由，库尔干厂提出了使用双人炮塔的方案。理由也很简单，车长能看得更多，指挥得更好。这样，库尔干厂的改进型也最终落地，使用双人炮塔和30毫米炮的改进型被称为675工程。毫无疑问，在双方提交完自己的设计之后，口水战也随之到来。一部分设计人员无条件支持768工程，原因在于73毫米火炮可以利用现有的生产线，而大部分人则支持使用30毫米炮的型号，认为正确的事情就是正确的。军械设计不应该为官僚的愚蠢，尤其是 GRAU 的愚蠢而买单。这样的争论自然是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大家一致认为是骡子是马，拉出去溜溜。如果打完靶还有谁不服，想要继续打嘴炮，那事情就要从争论演变成线下拳头决斗了。很快，他们设法从陆军借来了2台 T-72坦克，用来破坏性打靶试验。在旷日持久的实验中，先于73华并没有因为膛压增高而表现出更好的破甲能力，因为破甲弹的破甲深度取决于其药罩直径。就像北约的90毫米破甲弹，破身一般在320毫米；105毫米破甲弹，破身一般在400毫米一样。口径一定，药罩直径一定，那破身就很难再进步了。以前的低压73华没法给予 T54 致命一击，那现在的高压73华自然也不能打爆 T72。那30毫米 2A42 能打爆 T72 了吗？当然也不是，这是地球，又不是漫画世界，也不会出现主角叫着什么友情啊、伙伴呀、羁绊呀就能爆杀最终 BOSS 的情节。30毫米 2A42 无论如何也无法击穿 T72，在打了几个点射尘土飞扬之后， T72 表面也就只多了一些弹坑而已。
似乎谁都没赢，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虽然在测试中 2S2 的炮管产生了神秘的抖动，大大影响了精度，但实际散布组依然证明 2S2 的精度要好于新的73毫米滑膛炮。而且，虽然二者都没有对 T72 内部造成损害，但在 2S2 一顿30毫米小粉拳之后， T72 裸露在外面的一切部件，包括外部燃料箱、车灯、红外大灯、车长灯、观察窗在内，都被30毫米炮弹的破片打穿，无一幸免。甚至还有一发30毫米穿甲弹的弹芯卡在了 T72 炮塔座圈中，导致炮塔卡死。在实战中，毫无疑问的30毫米炮已经让这台 T72 丧失了作战能力，而73毫米炮则没有。所以最终的结果是，安装有30毫米 2S2 机炮以及配套的双人炮塔的675工程，最终定型被称为 BMP2。虽然和限于73华的斗争已经告一段落，但换装更好的武器并非不意味着要付出代价。30毫米 2S2 机炮和双人炮塔让 BMP2 相对于 BMP1 增重了1370公斤，近乎相当于在阿富汗战场服役的 BMP1D。为了保命安装的附加装甲的重量，这样带来的问题就很明显。毫无疑问的 BMP2 因为这1370公斤丧失了幅度能力，一旦该车下水，会毫无疑问的一头扎进水底。活人不会被尿憋死，既然增重，那就只需要在车体上将失去的浮力找回来就是了。于是，在675工程投产之前，设计师们重新修改了更好的车体钢板，以减少结构死重，并且通过修改了履带与悬挂的冗余，硬生生地从车体上掏了400公斤的重量出来。那接下来近1吨未解决的重量怎么办呢？设计师们又拿出了苏联式解决方案，他们修改了车辆的挡泥板，在车体外沿部分塞入泡沫，来增加了一部分浮力，最终让 BMP2 的浮力平衡，让其可以和 BMP1 一样幅度。但是在其重装甲版本及 BMP2D 中，因为安装了6毫米附加防弹装甲，额外重量依然会让 BMP2 沉入水体，所以此时的 BMP2 只会维持基础的涉水深度，而无法幅度。BMP2 是来自于库尔干厂的675工程设计，是一种 BMP1 的深度改进型号，其主要改进了 BMP1 火力孱弱以及车长视野不佳的问题，是1980年代苏军的主力步兵战车。火力方面，该车使用一门拥有稳定器的30毫米 2S2 机炮，支持行进间射击。该炮俯角为-4度，仰角为70度，可以对低空掠系目标进行有效射击。在射击中，炮手可以自由选择射速，可以在200、300、550发每分钟的射速之间切换。主炮总备弹500发，具有双路供弹功能，支持在射击中无缝切换穿甲弹与高爆弹。其装备的 3U-BR6 穿甲夜光弹可以在 1.5 公里上击穿以60度放置的15毫米装甲，在1公里内对于1980年代主流步战车拥有致命威胁。由于需要支援步兵，所以一般来说 BMP2 携带有160发穿甲弹与340发高爆弹。高爆弹型号为 3UOR6 与 3UOF8 混装，前者具有夜光，而后者爆炸威力更大。二者组合的弹链可以有效反制直升机。为了反制直升机，车长还具有一具 EPZ3 瞄准具，在发现直升机时，它可以超越控制火炮对空射击。30毫米 2S2 的安装意味着 BMP2 放弃了使用主炮进行反装甲作战的能力，这项能力转而被更好的反坦克导弹所代替。BMP2 所安装的反坦克导弹为2代半自动瞄准线制导反坦克导弹，具体型号为 9M113 竞赛反坦克导弹系统，或者被称之为 AT5 拱肩。它具有500毫米破身，可以有效对抗使用了复合装甲的第3代主战坦克，并且为了应对爆炸式反应装甲的出现，该款发射器还可以通用发射 9M113M 串联破甲反坦克导弹，其破甲深度提升到了750到800毫米，可以有效击穿安装了爆炸式反应装甲的坦克。这种导弹相比于 BMP2 上的反坦克导弹，先进之处在于射手只需要将准星放在目标上，发射反坦克导弹就可以命中目标，而不用再分心一边盯着目标一边盯着导弹，大大增加了反坦克导弹的命中率。这套装置虽然看上去只是简单在炮塔底部加装了 9M113 的发射管，但它的发射管装置在车体内部，并不需要在原探出身子发射反坦克导弹，降低了被轻武器火力杀伤成员的概率。
唯一的缺点就是 BMP-1 只需要从车内将导弹推出就可以完成导弹的再装填，而 BMP-2 的3发备用导弹全部需要车长或者炮手携带备用导弹探出车外，对发射架进行再装填。虽然说 BMP-1 和 BMP-2 最主要的不同在于武器系统，可另外一个编制上的问题也不能忽略，那就是所有装备有 BMP-2 的苏军机械化步兵班都要比 BMP-1 的少一个人，这是因为 BMP-2 改装双人炮塔多出来的弹药挤占车内空间所导致的。BMP-2 只能携带7人，而非 BMP-1 的8人，但因此多了一门 2A42 机炮，很难说这是一种战斗力的削弱。BMP-2 一共有3个主要生产型号，除了原型车765工程之外，第一个生产型号被称为1980型，和675工程基本没有区别。主要改进了炮塔正面装甲，增加了对大口径子弹的防御能力。炮塔很难在1000米距离上被 12.7 毫米口径的重机枪穿甲弹击穿。第3个生产型号则是1986型，这个型号主要是更换了瞄具，不出意外的话，大部分现存的 BMP-2 都是1986型，或者是1984型升级的1986。除了基础型号，第一个被欧美所熟知的改型则是 BMP-2D， 这是在阿富汗战争中服役的型号，和 BMP-1D 一样，它也安装有60毫米附加装甲板，以避免穿甲弹侧面击穿车体。阿富汗战争也是欧美观察员第一次发现 BMP-2 步兵战车，而加装有附加装甲的型号则被他们错误地称为 BMP-2E。当然，我们也不能少了每个苏联装甲车都必不可少的指挥型，也就是天线宝宝 BMP-2K。它拥有更多的电台，一般作为机械化步兵连或者步兵营的指挥车。不过，更多的天际也不是好事。BMP-2K 在实际的作战中非常易于辨认，这时天线就不只起到指挥的作用，还会变成指挥官的催命符。最后也是最强大的 BMP-2，则是俄军在21世纪拥有出的 BMP-2M。其实 BMP-2M 并非不代指具体型号，而是所有21世纪的 BMP-2 现代化改型都可以被称为 BMP-2M。在这其中最有名的 BMP-2M 被称为 BMP-2M 别列若克，它最主要的外观就是炮塔两侧共4线 9M113 短号发射架，短号具有1200毫米破甲深度，可以正面击穿豹2、M1A2 等欧美先进主战坦克的弱点，是非常强悍的对手，并且短号还可以通过更换引信来换装无线电近炸引信，在炮手的引导下对直升机进行精确射击。此种武器曾在乌克兰战场上出现过，但具体战绩未知。总体来说， BMP-2 基本上相当于 BMP-1 的武器更换版，或者说完美版的 BMP-1。它基本上解决了由73毫米 2A24 所造成的对步兵、对装甲双重乏力的严重问题。在 BMP-2 开发期间，苏联又获得了一代神炮及30毫米 2A42 机炮，这门机炮以后将成为苏联步战车与恐怖直升机的首选武器。不过，虽然 BMP-2 的研发堪称双喜临门，但缺点依然存在。BMP-1 于1980年服役，此时欧美最先进的步兵战车，诸如 M2 布雷德利、黄鼠狼 EA2、FA510 武士等，基本已经研发完毕或者准备投产，而 BMP-2 拖着一个1960年代的车体，和1980年代的步战车相比较，很显然是力不从心的。至于为什么会导致这种情况，原因是因为 GRAO 和2个生产厂家之间以及开发者的官僚之间相互踢皮球、相互坑害以及相互扯皮造成的。原本应该在70年代就应该服役的 BMP-2，硬是被拖到了80年代才能服役，而随后爆发的苏联入侵阿富汗，更是斩断了 BMP-1 进行现代化改进的一切可靠，因为入侵阿富汗并不需要变化。所以 BMP-2 看似是一套战术，但它的悲剧早在它立项时就已经注定。而七三华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反攻势能力的贫弱，也并未被 BMP-2 所解决。毕竟307炮和反坦克导弹哪个都不像是可以力所解决攻势的武器。最后这个问题也就引出了火力、机动和防御进行全面改进的 BMP， 一种终极 BMP 的诞生。但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